在中国，有一群人不得不永远在路上奔波劳作，他们是农民工。尽管肩负着维系家庭温饱的重任，但长期以来，他们所面临的就是低薪苦工、工时漫长、就业机会有限的窘境。可是，现在这些困难又被疫情和经济寒潮无情放大，农民工们面临的生存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沉重。我爸妈在老家的农村，每个月靠低保金和土地经营维持温饱，而我们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压在我一个外出打工的身上。33岁的小张是河北省农村的典型年轻人，自从20岁离开家乡后，他在广东一家制鞋厂打了10年的工。今年春节期间回家过年时，他再次被生存压力压垮了。时薪狂跌30%，找工更难。小张说，今年找工作的时候，时薪已经狂跌30%，而且根本就找不到工作。以前在那家制鞋厂，他的时薪在25元人民币左右，加班的话一个月能挣5000多元。但今年重新去广东打工，最高的工资只有18元1小时，如果不加班的话，一个月最多只能挣3000多元。以前是人手紧缺，老板愿意给好一些的薪资待遇，但现在订单锐减，企业缩减成本，裁员在所难免。小张感叹道。他提到，广东那边的亲戚朋友，很多人也都在寻求下一步的出路。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，出口贸易大减，制造业订单骤跌，广东等经济重镇的企业无不削减成本，压低工资以求生存。要知道，农民工阶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，他们承受的不仅是承受经济增速下滑的直接冲击，同时肩头还扛着养家糊口的重担。如今收入锐减，生活质量直线下滑，就业环境却还是一片恶劣，这些都让他们的生存困境加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。有香港媒体援引业内人士的话说，由于出口贸易大幅萎缩，很多制造企业无可避免的裁员减薪，同时也减少了招工需求。一位开设照明产品生产与出口公司的徐姓业者直言，公司能提供的职缺有限，却有大量外地劳工涌入。这种供过于求的局面，加上订单骤减，成本攀升，企业主们不得不压低工资成本来维系生存。一家广州人力资源公司的招聘人员透露，在劳动力资源供过于求的情况下，深圳、东莞等地的临时工时薪已从3年前的26元降到现在的18至19元，下跌幅度接近30%。他说，原因之一是部分工厂已迁往海外，而国内的企业也在拼命降低成本，大规模裁员潮汹涌而至。除了农民工阶层，中国的中产白领同样面临就业寒冬的严酷考验。今年43岁的杨先生曾在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担任设计高层，年薪上百万，但在2022年5月份被优化离职，无奈加入了中年失业大军。优化是很多公司对裁员的委婉说法，杨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。中国房地产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，开发商债务缠身，加上近期政策出台为系统性风险阶段，未来难免将面临去化压力，也就是要卖掉大量库存房产。在这股寒流中，开发商们自然而然会精简人员编制，而收入丰厚的设计、营销等高级职员无疑首当其冲。有数据显示，2022年中国大陆上市房企的去年整体利润同比暴跌94%，行业遭遇了有史以来最惨绝人寰的一年。现如今，中年设计师、营销人员、项目经理们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转行挣扎。杨先生原本是设计师出身，有着20年的经验和资历，但现在整个房地产设计行业都陷入了冰河期，很难再找到合适的高薪工作。我有专业，但行业没有了，他无奈地说。他说自己当初手下的团队成员，有的去做玩具设计，有的去卖保险，有的留在原地等待重新招人。
这种就业寒潮并不只是困扰到房地产行业，在中国的科技行业也爆发了一波裁员潮。有报道显示，今年春节期间，大批科技公司推出年后新规，员工自愿裁员，只要自愿裁员的员工即可免去高昂的赔偿费用。不少员工当场选择了主动离职。官方数据显示，2022年中国就业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。智联招聘 App 宕机引发揣测。中国的招聘网站智联招聘 App 在2月28日当天一度崩溃，网上不少人调侃是因为太多人同时在线找工作，以致服务器超负荷而宕机。这一情况再度引发网民对中国目前就业形势的猜测。去年9月，智联招聘竞争对手 Boss 直聘 App 就因为疑似服务器超负荷而发生过一次系统崩溃。当时有自称 Boss 直聘员工在网上回应，当时在线用户数达4700万，引发网络热议。不过该说法后来遭到官方辟谣。不过今年2月份发生的智联招聘宕机事件，再次让人联想到了失业率攀升的可能性。毕竟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，在房地产、科技、互联网等领域，中国的裁员潮就此起彼伏，不胫而走。虽然官方统计数据没有显示明显失业率升高，但民间观察认为实际情况可能比官方数据要严峻得多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·刘易斯教授认为，中国官方统计的就业率数据存在明显缺陷，无法体现真正的就业形势。他表示，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，但政府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，择业无门，加速城市蓝领流失。在就业寒冬笼罩下，快递行业却迎来了一波逆流。3月1日起，中国当局颁布新规，快递员不得擅自将快件投放快递柜，而必须尽可能送货上门，否则恐面临高额罚款，最高可达3万元人民币。这项新规旨在提高送货上门服务质量，但上门送货无疑降低了快递员的投递效率。行业人士指出，新规实施后，快递员收入将大幅缩水，恐怕会引发大规模离职潮，形成无人送货的困境。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。早在新冠疫情期间，快递行业就曾爆发过严重人手荒，快递员辞职潮令很多快递无法及时送达，消费者体验糟糕。当时还有不少快递员自嘲说，这已不是快递行业，而是慢递业了。在招聘市场惨淡、求职无门的情况下，以往喜欢在包括快递在内的一些城市蓝领行业打工的农民工群体，可能会逐渐远离城市。也就是说，中国可能正面临农民工返乡潮。这不仅给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增添新的不确定性，也可能带来社会秩序动荡的风险。毕竟，农村留守儿童、老人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痼疾，农民工大规模流失城市，无疑加剧了这些社会问题。